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，感触很深。这个冬天太难熬了，疫情肆虐，工作艰难，婚姻不顺，一大家子等着操心。午夜梦回，时常叩问人生的意义，找寻生活的出口，却不知前路在哪里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冬天太难熬，不妨读读苏东坡在凛冬中发光，柳宗元在风雪里自在独行，柳长青在严冬里开花，张岱在大雪里驻足。从他们的豁达和坚韧里，找到度过这个寒冬的勇气吧。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。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樊登读书，作者阿哲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。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我是瑶瑶，我在河北唐山，祝大家晚安。我是安安，我在广西梧州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健，我叫乖乖，我在四川宜宾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子静，这里是深夜治愈所，我和你的治愈星球。如果要衡量一个人一生的雪有多厚，那苏轼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他一生颠沛，被贬17次，最远一次被贬到现在的海南，先后遭遇妻儿病故。人生的雪，时节的雪纷纷落下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可他在这样的暮年，却感慨雪飞沿海变清凉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别人写雪是天寒地冻，而苏轼写雪却是明亮柔和，使火海都能变清凉。此心安，人便安，这便是苏东坡的厉害之处，能接受人生无常，以完好的心态把风雪逼人的困苦转变成风花雪月的浪漫。而千百年后的我们，却总是在跟现实的对抗里活得身心俱疲。我累了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像在工作，清醒的每个瞬间都在劳动。这是今年大热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里正遭遇人生寒冬的女主角美珍的独白。她被前男友骗走积蓄，被部门组长整天刁难，在家也无人理解。这句独白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，每天都在疲于奔命，每天却都在原地踏步。看到别人开挂的人生，既焦虑又无力，疲惫感深入骨髓。其实一个人最无坚不摧的心态，就是接受世事无常，允许一切发生。正如美珍一样，一步步接受现实，一步步调整心态，一步步向前走，最终获得了身心的解放。人生的困境都是相似的，人生的破局也是。你以什么心态面对，决定了你的后半生。那年冬天，大雪封山，被贬于此的柳宗元住在孤江边，陷入了人生死结。在万籁俱寂、飞鸟灭踪的寒冬，只听得到雪落下的声音。可江边那个钓鱼翁安享整个冬天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气魄，深深刺痛了他的心。他终于领悟，不想做一个在黑暗中被大雪埋葬的人，就在风雪里自在独行吧。因为孤独，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朝圣，是一个人精进自我最好的时光呢？史书记载，之后柳宗元钻研典籍，遍游山水，写下千古名篇《永州八记》，这成了他人生谢幕前最孤独也最灿烂的时光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历一段孤独的至暗时刻，但正如木心说的，所谓万丈深渊，走下去也是前程万里。熬过孤独，方能出众；熬过黑暗，方见乾坤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，强大并不是你展示了多少，而是你承载了多少孤独的时光。在孤独中，我们一点点更了解自己，更爱重自己，也更清楚了人生的方向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和自己相处，当内在的自我足够丰盈饱满，我们身边的人与事也会被正向影响。学会在孤独里练习前进的步伐，人生必然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。年关将近，漂泊了1年，很多人感慨这个多事之冬命运弄人，不是担心被感染，就是担心工作。可有这样一个人，不管命运把他扔到哪儿，他人生的花就开到哪儿，他就是刘长卿。生活在碗堂的他，一生都在漂泊，做官穷的锅底都揭不开，更是数次被贬。最惨的时候，晚年还被诬陷入狱。他却自嘲说，家贫为好月，空愧子犹过。意思是说，家里穷，只喜欢月亮，很是安贫乐道。出狱后更是一生不衣整洁，丝毫不见脏乱。叶嘉莹先生最欣赏他和李商隐，说他是世人风骨，不惧命运浮沉，所以他才能写出风雪夜归人这样的千古名句。这首诗写于他命运的严冬，秋天他被诬陷获罪，贬为睦州司马，流离睦州已然寒冬。人性的幽暗，命运的捶打，都不曾摧毁他的意志，反而让他焕发出更顽强的生命力。后世文人曾经评论这句诗为五言长城之首，像长城一样连绵不绝，给人无限的温暖和希望。加缪说过，只有经历隆冬，我才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。无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，能安住当下，战胜自己的人才最了不起。肃杀的深冬，万事万物都失去了生的乐趣，只剩麻木死寂。可有趣的人像一汪活水，在冰天雪地里也能踏雪无痕。崇祯5年12月，西湖大雪纷飞，3日不绝。奇人张岱看着天地一白，便欣然前往湖心亭看雪。在他的眼中，寒冷算不了什么，赏雪才是人间妙事。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，湖心亭一点，与渔舟一芥，舟中人2、3粒而已。只见湖、长堤、舟、人都成了大写意的点缀，着实有趣。到了湖心，有人捷足先登，由此知因天去，张岱于是痛饮3大杯。见鱼大喜曰，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，拉鱼同饮，于强饮3大白而别。这就是张岱，这就是传颂千古的湖心亭看雪。有人说，若生明清只嫁张岱。明清那么多诗人才子，大概就属张岱最有趣吧。他起诗社，用典故起名，打牌自己制定规则，打猎时睡古庙，吃蟹讲究配腊鸭奶酪蔬果。他是真正对生活有感受的人，也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能感受生活，才能治愈生活。真正的智者懂得用有趣抵御生活的风霜刀剑，
把日子过得趣味十足。诗人顾城说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能在隆冬的苦寒寻找春天的明媚，更见一个人的境界。凛冬已至，万物深藏，但请相信，那是在孕育一个蓬勃的春天。待来年冰雪消融，春水初生，那一定是一个最美的春天。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从今天起，做个盼望春天的人，做个幸福的人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